出国的时候呢，就会特别想要吃麦当劳，不知道为什么。然后这个应该是它的限量版吧，草莓大福派。然后这个应该也是它的活动的期间限定。大家到某个地方玩的时候，会想要了解这里的故事吗？如果一座城市承载了人类最沉重的记忆，同时又拥有最温柔的风景，你会怎么看它？它应该就是一路从广岛，然后开到这个地方吧。试吃这个叫做什么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今天这一集，我们要前往广岛。有一点酱烧的感觉。哦，蛮美的。里面大概就是这样，就是有麻吉啊，然后草莓酱。OK。OK， 反正这个密码锁就是可以打开来。你要有先预约登记，它是免费的。跟我刚刚的是我们今天到广岛要住的地方了，然后值得一提的是，哎呦，这间饭店很有品味哦。我靠，很贵耶。这个可以开吗？2张床、桌子跟2个椅子，还多了一张沙发，然后桌子也选得很好，然后再加上这个设计，我也觉得很有质感。本期节目由 Sally eSIM 赞助播出。好了，换你点。那我们今天来挑战这个在饭店里面叫 Uber。所以他是送到饭店的拉比。我不知道，我用目前位置，运气好的话我们就能会合。第一天到广岛，基本上没什么行程，把零钱花一花。那个舟车劳顿的关系呢，我们直接就在饭店叫晚餐，体验一下在日本点外送的感觉。Go。应该会放在哪里？外面吗？看一下。是这个吧？OK，Thank you。哦，这样就拿到了。哇，它这个盖子设计的蛮精良的哦。不愧是日本，很多奇奇怪怪的形状。然后我们点了这个叫做广岛烧吧。这个是炒野菜，牛肉炒青菜，然后这个是炒牛肉。对，广岛烧呢，最早可以追溯到大正时期一种叫做一钱洋食的点心。做法呢是将面粉水撒上葱花、红姜丝等简单配料做成的煎饼，听起来像是日式葱油饼。那含外送费这样大概是台币1271。OK， 算是一个好像可以理解的价格，应该跟在店里面差不多。我觉得牛肉很好吃，其实这些口味都蛮重的，它的酱很多。牛肉的确也还是咸的，可是我觉得它口感很好吃。拍摄其实有时候都会要顾店里面的其他人，所以压力会有点大。
对啊，你可能要先问一下店家说，不好意思，我们可以摄影吗？然后你在拍的时候，你又镜头不太好对到其他人，然后讲话可能也会因为有点不好意思，所以不敢太大放厥词。可能其中1-2天这样子在饭店吃，我觉得还不错。广岛天气很舒服，对。然后你穿羽绒外套，高雄人，哦，很美耶！你看这个学校，学校里面就有樱花哎。对啊，而且开得很刚好。Thank you。他刚刚这个巴士会店介绍说，广岛是有很多河的城市，然后他会带我们经过那些河，我们就可以一边看河畔的风景。真的蛮多河的，我们要在下一条河这里下车。好，我们现在就是搭到前一站原爆馆的前一站下车，然后要去吃一间亲子冻。对，在塔贝洛上面找到的。这家店呢，在广岛的代町车站附近。它这边是卖什么的？主要是卖亲子冻。它主要应该是卖乌龙面。哦。创立于1987年，算是一间还蛮在地的老面店。卡雷乌龙。现今呢是由第2代接班，在这个常客熟悉的巷弄内，招呼着上班族或者像我们这样路过的旅人。哦，所以这边全部都是鲤鱼队的签名。哇，好酷哦！太多了吧？贴到那边的墙上。而这些签名有新有旧，仿佛替这间面店留下了回忆的痕迹。看这边有2018的，这是最近的，有1996的，好扯哦！1996的，看起来是有在那个承接宴会的。对啊，做外汇。对了。Okay, thank you. 哦，它有一个围兜兜可以让你，因为吃那个乌龙面会喷啊，对，它怕你喷到衣服上面。真的假的？到超好吃。因为它是手打的。哦，难怪他们的招牌是这个乌龙面。哦，吃得走。其实刚刚在路上，原本是我吵着说想要吃亲子冻了，然后找到这一间，我觉得也蛮好吃的，但是那个真的太惊艳了。他们的主打。对。日本人喜欢碳水加碳水的组合。对啊，你看我这个乌龙面加这个亲子冻。哇，中午的时候生意很好。好，没有跟。那这次要来介绍一下我们这几次出国使用的网络。没错，就是鼎鼎大名的 Sally eSIM。现在出国啊，我都直接用 Sally eSIM， 像这样，在家就可以装好这个 app， 可以吧？那它有几个优点，首先最方便的就是它整合在 app 里面，下载好，随时买，随时用。这个 app 的好处呢，是不用装 QR code， 然后也不用重新买 eSIM， 就是我只要装这个 app， 然后每次我要出国的时候，我都重新选方案，前一天先买好，然后出国的当天落地之后打开就可以直接用。另外呢，用完了也不用担心，一样打开 app， 立刻加买。轻轻按几下，又是好汉一条，让你出国不会有网络焦虑。除此之外，这个 app 有一个我很喜欢的功能，就是它可以及时的看你还剩下多少流量。
因为像我们出国，其实还是都是会滑 Threads， 然后 Threads 很耗流量，所以这边就会写说，你剩下多少，你就可以，只剩下0.1的时候，我就可以补买，就重新再续我的方案，就不会有流量焦虑。对，因为像阿轰这次他就因为看 Threads， 就把他流量用完了，又再买了一次，马上现场再买一次，对，很方便啊，就不用担心说，我要去哪里买，他在线上就可以搞定这一切。而且那个时候我还在那边看说，你流量真的用这么凶哦。它还有一个蛮实用的，就是帮你挡广告，点那个浏览器的时候的广告就不会自动弹出来，然后播放一些影片，就浪费流量。对，会浪费流量。最多可以省下28.6%的流量。这是他们官方提供的数据。想要出国不瞎忙，扫描画面 QR code 下载 Sally eSIM App， 然后再输入我的折扣码 Not Busy， 就可以享有85折优惠。后面没有贝壳。太美了，美到万一我再继续在这边杀时间，我要来不及进去原爆纪念馆。我会一直狂拍耶。对，狂拍。对啊，这个河岸超美耶。而且其实我觉得人不多。对，今天是平常日。然后旁边有那个就是上班族，他们在下面拿便当自己出来吃。他在河岸坐着吃便当。对啊，好幸福哦。超幸福。然后两边都是樱花，这样我们就沿着这里走，一直走就会到原爆馆了。原爆馆在给大家看一下好了，它就在河岸的那个地方，在那边。想到其实这一栋建筑物还有这个地方的经过原子弹被爆，这其实也是100年之内的事情，是近代发生的事情。那我看到那个在建筑物里面不是很多废墟吗？其实地上也开始就是有长那个黄色的小花，雏菊吧。这其实生命力是很不可思议的。All over Japan, especially wartime, the parts are missing. 后面那个他是胎内被爆出，就是他妈妈在怀孕的时候，他还是婴儿啊，然后遇到了原子弹。原来胎内被爆者是这个意思。然后他现在正在口述历史，还在这边对观光客口述历史。Japanese people love forgetting everything. It's the greatest demerit of Japanese mentality. And the museum is hiding the information like this. Excessive hospitality. That we should know everything like this. That's why I'm here. I was a teacher of senior school. Then I was a guide in the museum. But I couldn't tell the fact, not only at school and in the museum. That's why I'm here. This is my open class. You'll be surprised. Even now, all over Japan, in a senior high school history book, only 2 lines about the people. 2 lines. Just where and where. That's all. That's right. 黄岛被爆之后，就剩下来的幸存者就
就有两派说法，一派是说，你到底你要不要把这个建筑物拆掉？因为这是我们悲伤。我一看到它，我就想到我们被爆的那一天的悲伤。然后另外一派就是要留着，我们要纪念，我们要记住这个教训。所以那时候两派在一天争执，最后大家通过就是把它留下来。如果是你会就是不想要再看到它吗？因为太悲伤了。我觉得也许就是可能以前的我会觉得我不想再看到，可是在看过德国的那个集中营之后，或者甚至是台湾228的事件，那我会觉得把这些东西留下来是很重要的。我说让后人记得这些事情，对，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对，曾经发生这些事情，然后这些事情有多可怕，就我们以后不要再让战争发生这样。对啊。我也觉得，就是我可能会觉得这个是一方面来说是纪念，二方面来说就是我们要记住这些历史故事，我们不要再重蹈覆辙。你看前面有那个火焰，然后它那个火是不会熄灭的。他是说，就是世界上没有核武器，所以没有火才可以熄。所以它象征的是一个算是决心嘛，像还是愿景，一个希望，就期望说，这世界上不要再有核武器。刚刚我们看完了那个死者的祈念馆，然后还有和平资料馆。你觉得如何？我觉得我对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那个死者的祈念馆，他还让你看那些人的照片，他生前的照片，所以你会很清楚知道这些人是曾经活生生存在过。我觉得大家还有包括我看最久的也是那一些有遗物，然后还有他们生前照片，然后还有写他们被爆的故事。我其实还是觉得不太真实。就会想，这是真的吗？就真的以前有发生过这些事情吗？就是大家看起来就是很像是一般人。然后就为什么，就为什么战争，但是牺牲的是很多都是一般人。他甚至把那些人可能当时说过的话，他把它记录下来。比如说，他就说，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为什么是我？对，这些事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这样。里面其中一个故事好像是一对兄弟，他们可能就是出门了，然后出门就遇到了那个原子弹，他的兄弟就是可能死掉了，然后他们这剩下的家人去了那个学校，去那个工作坊，找到他的兄弟的那个便当盒啊，然后上学的制服，上面看到的名字，知道的是他兄弟的遗物，然后还有看到他兄弟那个受伤的样子，就说奇怪，这是那个早上出门前，就是还刚跟我就是说拜拜的我的兄弟嘛。好 ，OK， 蛮沉重的。对，就里面好像蛮多外国人在吸鼻子的声音。所以就是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觉得就是他其实如果你要认真的话，好像可能2个小时我觉得看不完，因为他故事都写得很详细的，而且其实那个时候广岛不止日本人，也有很多外国人，就包括台湾留学生和台湾人这样。好，差不多了。快速介绍一下纸鹤塔，它就在和平纪念公园旁边哦。纸鹤塔呢是2016年开幕的复合观光设施，包含了展望台、咖啡厅以及纪念商店，过个马路就到了。我觉得很适合看完原爆馆之后来这里看看风景，折个纸鹤，放松一下沉重的心情。所以纸鹤塔这边是要买票的，然后成年人是一个人2200日元。OK， 这是为了纪念广岛原爆而盖的建筑，然后它的上面有一个展望台，那中间有很多艺术家的创作，
那我们现在就在这个展望台上面，展望台视野非常好，可以看着广岛市区。它的门票是2200块日元一个人，然后假设你再加100块呢，它就是可以在这个地方折一个纸鹤，丢到它有一个指定的地方。然后看下面有很多纸鹤。好，丢吧。起飞！它就象征说，哦，你为这个和平做祈福这样子。你也顺便付出一份心力。那我感觉是，首先你看得出来，这些是肉眼可见，风非常大，帽子都要飞走了。帽子要飞走了。哇，其实站到上面来，用这个角度看原爆遗址，感觉还是蛮不一样的。你可以看到斑驳的建筑安稳地伫立在那里，告诉我们过去有多残忍，告诉我们时间并没有原谅任何人。而遗址的周围是可爱的观光客，是赶着回办公室的上班族。这里的人们对着樱花拍照，或者只是匆匆路过。船只在波光粼粼的水面慢慢前进。明天我们就是要搭这条船去宫岛，我们都是画面中的配角。时间真的很奇怪，就像人们说的一样，会治愈一切，会治愈受伤的人，会治愈那些以为自己还没好，但其实好好过生活的人。就即使他们经历了很大的灾难之后，还是可以发挥他们蓬勃的生命力，一直在往前。就这个城市，我目前感受起来，会觉得他们有一种他们自己的生活步调。今天是星期一，然后其实他们就像现在警察还在追人一样。75年，就是比如说这个战争发生啊，然后这75年可能也有一些人还活着，然后和现在新的年轻人，然后新一代的广岛人盖了这样新的塔，就觉得就是这整座城市好像一直在往前走，一直在不断进步的感觉。在反复的四季里，我们理解痛苦，学会纪念，愿意沉默，也试着把今天过得更好。你说广岛人战胜了时间吗？看着广岛烧从夹葱的面粉水，一路变成要有面条，要有海鲜，有肉有菜。我自己浪漫的解读是，广岛人已经理解发生什么事，并且用时间慢慢的把自己缝合起来。OK， OK，Thank you。スライダーはこちらです。スライダー，スライダー。然后就是他们这边还有一个很新潮的，这个叫做什么？Slider 哭哭哭，是溜了会哭哭的意思吗？好，那我要上喽。拜拜。拜拜。 OK。好像有点小吗？什么意思？我还要再自己那个吗？我觉得这个溜滑梯设计的不是很好，因为它可能一段一段的，中间有平的地方，它没办法直接溜到最底。那溜到最底，怕你受伤吧？哦，也有可能啦。好，来的话可以体验看看啦，然后就小心不要受伤。因为它中间这个转折处脚太长，有时候会撞到。哦，好，你脚太长。OK，Thank you。好的。
这间店，我跟你讲，看到这里的人赚到。主打980日元的1小时无限畅饮，包含了日本酒、鸡尾酒、啤酒的自助吧，虽然粗鲁，但是超级便宜，很适合一群朋友来这里聚会。然后我是在 Google 评论上面看到这间店的，当初我是看评论说店员很亲切，所以就选了这间。起来是因为店员亲切。食物评价还不错，有一个很大的锅。它的牛筋送来这么大一份，然后270日元，有没有搞错？还是按错了？我也不知道，怎么这么大份？炙りポン酢です。Thank you。哦，看起来很赞哎。牛肉，熟度很刚好。原本以为酒水够惊人了，这里的食物更是开玩笑。这是什么？分量超大，太硬派了吧？连这个薯条都这么大。他送来的时候，我就说 OK です。他说谢谢，他说谢谢。它薯条不错，有一个这个明太子酱，试看，它的很好吃，很明太子。很明太子。如果你是配酒的，土方会很喜欢。菜是好吃的，但是真的太大份，5、6人份吧。结账的时候一人居然不到台币500元，吓到！再次强调，这里的食物分量真的是有够大。店员要上菜前，他就会跟出餐台的人说：“我要上喽。”而且它是一个妹妹，然后还有朝气的这样喊。对，然后每次他喊说我要上菜的时候，我就觉得完了。后来怎么很大的东西？那我现在就开始。OK。いただきます。焼肉転化します。いきます。3、2、1、ファイヤー。 Thank you。很香哎，它是有一点蔬菜锅的感觉。吃了一轮很咸的东西之后，然后你再配这个，我觉得蛮舒服的。冬天吃很适合。啊！他跑出来跟我们鞠躬 ，Thank you， 怎么那么可爱？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所以我看不懂是什么意思。Thank you。哦，走了吗？拜拜。拜拜。怎么那么可爱？拜拜。好酷哦！这是什么啊？算，然后他这样握着那个平板背面，突然就说多少钱，还要翻给你看。哦，他有一点表演的性质在里面，好酷哦。然后是这样，4680。这个妹妹薪水应该很高吧？我也觉得。情绪价值给超满。而且他刚举的牌子就是我们已经转身，他还这样。
就是它还有一个魔鬼的步伐。怎么那么有趣？然后刚刚他这样表演完，他旁边的那个其他桌的人，蛮好玩的。我觉得这是我要离开这个广岛前的最后一餐。哦，吃完心情会很好。就是有一个仪式，哦，好，结束了，哦。那我下次要再回来这样。对，我觉得很可爱。不错，仪式感。蛮开心的。好，走吧。它真的很像你说的，很像那个《魔物猎人》里面的艾露。它都有一些很奇怪的仪式，然后会闭眼睛。老实说，其实这个紫鹤塔的门票它是有点贵的，它其实是2200，但是我觉得上来还蛮值得，因为它视野很好。它应该是像它这个风超大。我一定是上班日子过得太苦了，于是我小时候的快乐全部都还给了老师。哦，你看我的折起来很好看哎。我折起来破破烂烂。好，完成了，我们去丢吧。不行，我要那个拍照，我要让大家猜哪一只是谁折。